有缘人，你是否注意过，在你每次释放高潮过后，生活中总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倒霉事、冲突或莫名的挫折像影子一样紧随而至。你或许把这当作巧合，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告诉你，锡克教的纳纳克早已洞悉这一现象，在你所谓的坏运气背后，藏着关于人类最强大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更是决定你命运的关键因素。接下来我要讲的真相将颠覆你的认知，强烈建议你点赞、保存本视频，反复观看，因为它将彻底改变你对能量的全部认知。纳纳克宣称无法控制生命精华的人是愚昧的，这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描述了一个宇宙法则，是对宇宙运行规律的观察。纳纳克明白，现代男性口中的坏运气，实则是对生命的精华无知的直接后果。他揭露了支配人类生命的深层力量，纳纳克称它为黑暗能量。这股黑暗能量以你的生命精华损耗为食，当我们每次轻率的释放过后，便会失去宇宙神圣力量的庇护，而掉入了黑暗能量设置的陷阱。这不是迷信，而是精神能量的科学。高潮过后的不应期，便是这股黑暗能量侵入你的最佳契机。现代社会，人们认为性释放只是生理行为，是简单的生理现象，但纳纳克深知其本质。他认为人类的生命精华蕴含着精神庇护与世俗成功的关键因素。他说道，挥霍生命精华者必陷入极端困境。这不是比喻，而是对因果关系的直接观察。性浩劫后的困境绝非偶然，而是因生命精华流失导致精神防线削弱的自然结果。这种短暂的浩劫会为黑暗力量打开生命的入口，他们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而释放性能量后的男性正是这股黑暗力量渴望吞噬的脆弱猎物。纳纳克解释说，人类的生命精华不仅是能量，更是宇宙中保护和支撑你的力量。你的生命精华是宇宙市场中的货币，当你守护它，便能换取平静、成功与神圣庇护。当你轻率挥霍，便会陷入精神崩溃，沦为所有伺机利用你弱点的黑暗力量的猎物。但更令人不安的真相是，这种浩劫不仅影响今生，更会改变你的精神轨迹，让你陷入持续的挣扎、无尽的难题、永恒的痛苦。你的生命精华绝非普通生物物质，而是浓缩的精神能量，每一滴都蕴含维持你与神圣庇护连接的力量。当你毫无觉知地释放它，无异于告诉宇宙你轻视造物主的馈赠，而遵循神圣法则的宇宙便会做出相应回应，给予枯竭、关系紧张、问题倍增。这并非惩罚，而是自然结果，是你自愿削弱精神防线，邀请混乱进入你的生命。然而，纳纳克在自律者身上观察到一个非凡现象，那就是自律者都充满了精神活力。这是为何？
因为当你守护生命精华时，便维持了与内在喜悦和平静之源的连接。当生命能量得以保存，直觉会变得敏锐，智慧会增长，穿透幻象的能力会清晰显现，令多数人溺亡的无尽难题之海便会变得可航行。在别人看来的好运对你而言会成为自然状态，然而很多现代男性却将性释放视为压力缓解方式。纳纳克明白，这些后果会在现实的可见与不可见维度中涟漪般扩散。高潮后的坏运气是你虚弱的精神状态无法抵御持续入侵的黑暗力量的结果。每一次释放都会在你的精神铠甲上造成缺口，黑暗能量如洪水穿堤般涌入，你的浩劫状态会导致一系列的厄运，如经济压力、关系冲突、健康问题、职业挫折，使你弱化神圣连接，让环境控制你，而非你掌控环境的表现。而那些守护生命精华的男性自然会吸引成功、幸福。宇宙会支持那些尊重其馈赠的人，这就是为何历史上成就伟业的男性长时间禁欲期的道理。他们凭直觉理解纳纳克明确教导的真理。生命精华不仅是生理创造的燃料，更是创造生活各领域有利环境的能量。本视频还揭示了一个更惊人的事实，那就是思维质量本身会根据你管理生命精华的方式而改变。保存精华的男性思维会自然变得清晰，能够快速精准地提供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凭借保存的能量吸引有益的人于世。相反，挥霍精华的男性会发现心智被困惑，恐惧与负面情绪笼罩，思绪变得散乱，决策能力受损，自然直觉被压制。在这种浩劫状态下，他会沦为各种操纵与欺骗的工具。纳纳克明白，生命是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的持续斗争，保存生命精华的男性为这场斗争装备最强大的武器，如清晰的思维、敏锐的直觉，以及吸引积极结果的自然魅力。而挥霍精华的男性则会赤身裸体，毫无防备地踏入战场。他会成为黑暗能量的奴役者，被利用其弱点，倍增其痛苦的黑暗能量所支配。在这个充满持续刺激与及时满足的现代社会，这一真相愈发重要。放眼四周，各种力量都在怂恿你通过色情内容、随意性行为、频繁自慰的正常化来挥霍生命精华。这些力量明白多数男性不懂的道理。性好奇的男性群体是易于控制的群体。纳纳克警告说，这种奴役表现为经济奴役、精神困惑，以及让男性陷入永久虚弱状态的无尽循环中。这一切与道德纯洁无关，而与精神斗争有关，是关于维持清晰思考、明智行动、吸引好运所需的能量主权。生命精华不仅是物质组成的液体，更是激活你每一个细胞的浓缩生命力。当这股力量突然从体内排出，会造成所谓的能量真空。
自然界厌恶真空，这一空白会立即被填充，而进行填充往往就是你周围的黑暗能量。这些力量以人类的弱点为食，而性好洁的男性对这类掠夺性能量而言，无异于一场盛宴。你或许觉得这听起来荒诞，但回想你的亲身经历，性高潮后你是否曾莫名感到好洁、脆弱或倒霉？这不是心理作用，而是能量现实。当你理解这一机制，保存生命精华的男性会维持其能量主权，他会更少受操纵，更易吸引积极机遇，更有能力做出明智决策。纳纳克提供了一条通过有意识管理生命精华的道路，但这条路需要勇气，那就是需要逆着放纵的文化潮流而行。当你开始实践生命精华的管理保存，你会发现自信心增强，思维变得清晰，问题减少，曾经所谓的运气开始持续眷顾自己。这并非超自然干预，而是与精神法则对齐的结果。下次感受到性冲动时，问问自己，这短暂快感值得随之而来的困境吗？暂时的满足值得被黑暗能量奴役吗？随意的释放值得失去你强大的本质吗？只有守护生命精华的人才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你的生命精华不是供你挥霍的，而是造物主的馈赠，旨在被尊崇、守护，并导向最高目标。当你以应有的敬畏对待它，宇宙会以祝福回应；当你轻率挥霍它，宇宙会以困境回应。然而在许多人看来，欲望似乎并无害处，不过是一种渴望，一种吸引力，一种人之常情。但倘若我告诉你，欲望恰恰是让大多数人深陷无意识泥潭的最大枷锁，也是踏上觉醒之路的人开始与之疏离的根本原因，你又会作何感想呢？起初，欲望的滋味令人沉醉，它感觉就像生命力本身，让你的心跳加速，思绪翻涌。在那短暂的时刻，你仿佛触及了某种超越凡俗的存在。然而，若你仔细审视，便会发现欲望的阴影总是与它形影相随，它蒙蔽你的视野，驱动你的选择，让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它的奴隶。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曾警示，任何我们未曾意识到的内在东西，都将以命运的形式降临于外，而欲望几乎比任何事物都更让人们拒绝坦然面对。你可以隐藏你的瘾，你的孤独，甚至你的谎言，但欲望总会通过你的选择泄露天机。它塑造着你所选择的伴侣，左右着你反复犯下的错误，也构成了你试图埋葬的羞耻。觉醒的人开始留意到这种模式，他们看清了欲望是如何操控自己，将自己拖入一个个丧失力量的境地，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尊严，然后在翌日清晨醒来时，只感到比以往更深的空虚。这并非说他们不再有吸引力，而是他们终于看清了那份吸引力背后的真相。欲望不是自由，而是束缚。试想，古往今来，
多少男女为追逐欲望而断送了自己的人生，多少家庭因此而分崩离析，多少生命毁于一旦，又有多少个与陌生人共度的夜晚，最终只在醒来时剩下空洞的刺痛。然而这个世界却将欲望颂扬为至高无上的生命形态，但觉醒者对此有更清醒的认知，他们开始放慢脚步，开始向内退守，开始戒除欲望。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轰轰烈烈，而是循序渐进，因为他们已然意识到自己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欲望最阴险之处在于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就是爱，它会在你耳边低语。这种渴望，这种痴迷，这种胸中的烈焰，正是激情的证明。可是缺乏深度的激情不过是饥饿，而饥饿感总会卷土重来。这便是为何如此多的人沉溺于欲望，却又无比渴求真正的亲密。他们混淆了二者，并在这种混乱中迷失了自我。那些在灵性上逐步觉醒的人，开始将爱与欲望分离开来。他们懂得真爱需要临在，耐心与付出，而欲望仅仅需要惊鸿一瞥的幻想，或是一瞬间的软弱。当你清晰地洞察到这一区别，欲望便失去了它的掌控力，再也无法轻易操控你的思想或扭曲你的意志了。但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觉醒者并不会扼杀欲望，他们不否认，不压抑，也不假装它不存在，他们只是不再受其控制，不再让它主宰自己的生活，而是将它转化为更高层次的能量、创造力、深度链接、奉献精神。曾经的枷锁至此化为了蜕变的燃料。这也就是为何大多数人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因为对于那些无意识的人来说，戒除欲望简直是疯狂之举。世界的声音会说，你错失了良机，你真无聊，你在浪费青春。但觉醒的人只会报以微笑，因为他们深知真相，每一步远离欲望都是一步步地走向真正的自由。欲望不仅是生理的，更是心理与灵性的。它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它深深地潜藏于无意识之中。正如卡尔·荣格所警告的，表面上欲望看似无害，一个眼神，一个念头，一个幻想，但每一个都是一颗种子。若任其滋生，这些种子便会长成习惯，习惯固化为成瘾，而成瘾最终演变为枷锁。欲望的堡垒并非一夕之间被攻破，它是经由长年累月的重复、放纵与默许而铸就的。因此觉醒者会选择缓慢地戒除它。他们明白，欲望不只是吸引力，它是一种能量。每一次你耽溺于欲望，都是在交出自己的一部分，你的注意力，你的清明，以及你的意志力。欲望窃取的不仅是你的身体，更是你的灵魂。那为何多数人会被困住？因为普通人从未质疑过这一切。社会向你灌输欲望是自然的，甚至是健康的。电影将其美化，
歌曲将其颂扬。社交媒体在每一次滑动与点击中都受着它，结果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是奴隶。他们将束缚称作自由，将空虚称作激情，将饥饿称作爱。当瘾越来越深，他们开始困惑，为何亲密关系走向破裂？为何内心的平静荡然无存？为何每一次短暂的兴奋过后，留下的空虚感却愈发强烈？但他们从不曾怀疑过欲望，因为欲望早已将自己伪装成了爱。觉醒的灵魂则开始注意到那些裂痕，他们注意到欲望如何在带来短暂兴奋后将它们消耗殆尽，注意到欲望带来的是焦躁不安而非满足，注意到欲望总是将他们推向那些感觉像激情，实则如毒药一般的人。于是他们开始慢慢地抽身，这并非出于压抑，而是源于一份深刻的了悟。欲望并非无害，它是一个窃贼。他们决定不再将自己的一切拱手相让。这种戒除的过程是安静的，微妙而缓慢的，它没有响亮的誓言或戏剧性的宣告。具体的表现是，在追逐幻想前及时的觉察并停下时，有意识地远离那些曾经看似无法抗拒的诱惑，是选择去创造，去冥想，去建立真正的连接，而不是再度向那份饥饿感屈服。然而，这正是荣格所说的阴影测试的开始。当你尝试戒除欲望时，它恰恰会发起反击，你内在的阴影会低语。你需要这个，你永远都需要，没有它你永远都不完整。大多数人屈服于这声音，于是循环再次开始。但觉醒的人能辨认出，这低语正是阴影本身。他们洞悉欲望不是爱，不是命运，更不是自由，它只是无意识在吞噬那些你尚未坦然面对的部分。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刹那，欲望就开始失去它的力量。为何戒除欲望的过程如此缓慢？因为欲望早已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你的习惯里，你的念头中，你的人际关系间。戒除欲望远不只是说一次不，而是要重塑你整个生命的运作方式。因此，觉醒的人从不急于求成，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他们明白，阴影无法被摧毁，只能被整合。他们学习将欲望的能量转化为更高层级的创造与表达。渐渐的，他们找到了自由，那不是因压抑而产生的脆弱自由，而是经由转化而获得的持久的自由。当欲望不再掌控你时，一切都将改变。你的对话会变得更深刻，因为你不再被那些潜藏的动机所分析。你的爱会变得更真实，因为它不再与饥饿混为一谈。你的创造力会如泉涌，因为曾经被浪费的能量如今正滋养着你的使命。内心的平和会重归于平静，因为你不再背负着放纵后的羞耻与秘密而活。或许最重要的是，你重新赢得了对自己的尊重。这正是觉醒者所发现的秘密。欲望从来都不是生命本身，它只是伪装成生命的阴影。当他们停止服从它的那一刻，
他们才终于开始真正的活着。世人永远无法理解，所以不必期望他们会为此喝彩。他们会嘲笑你说你在浪费青春，说你乏味无趣，说你压抑人性。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将诱惑抛向你，但请记住，世人大多仍在沉睡，他们看不见那阴影，看不见那枷锁，更看不见欲望正如何一点点地吞噬他们，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牢笼称作自由。觉醒的人则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一切，他们明白每一步远离欲望都是一步步地靠近真相，这便是他们缓慢戒除欲望的原因，并非因为软弱，而是因为智慧。他们知道真正的转化不是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欲望最终寂灭时，那感觉不像死亡，更像是一种静默，一种如此深沉的静默，起初甚至会让人觉得不自然，因为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欲望一直是生命的背景噪音，那持续不断的拉扯，那躁动不安的饥饿，那永不停歇的低语。失去了它，大多数人会感到空虚，但觉醒者深知，这份空虚不是诅咒，而是通往自由的大门。卡尔·荣格曾写道，没有痛苦，便没有意识的觉醒。欲望的消亡之所以令人感到痛苦，仅仅是因为你曾将它误认为生命本身。当它消退时，你的阴影会尖叫，你正在死去，你正在失去一切，但事实上，你失去的并非生命，而是重新获得了自由。一旦欲望不再控制你，你的头脑便会无比清明，迷雾散去，强迫性的念头也随之消失。你可以注视他人而不感到饥渴，可以与人交谈而没有隐藏的动机，可以全然的临在，而没有阴影在你耳边窃窃私语。这份自由不会让你变得冷漠，反而让你变得真实。你第一次能够如其所示地看见他人，而不是将他们视为欲望的投射对象。你可以在没有占有的前提下深度连接，也可以在没有成瘾的模式下去爱。正是在这里，真正的亲密才终于成为可能，因为真正的亲密需要坦诚，而欲望恰是最高明的骗子。欲望最大的骗局就是让你相信它就是爱，相信你的饥饿是命中注定，你的痴迷是无上激情。觉醒的人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明白欲望只是爱的赝品，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兴奋，最终只会让你更加空虚。当欲望消亡时，幻觉也随之破灭。那种认为你的价值取决于谁渴望你的幻觉，那种认为化学反应等同于灵魂连接的幻觉，那种认为欲望可以治愈孤独的幻觉，每一个幻觉都破碎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明，是自尊的诞生。戒除欲望最珍贵的礼物，不是从他人那里获得自由，而是从那个旧的自己那里获得自由，那个祈求关注的你，那个将空虚误认为爱的你，那个为了片刻欢愉而出卖尊严的你。自尊正是在欲望消亡后的那片静默中诞生的，
一旦你品尝过它的滋味，你便再也无法回头，因为它远比欲望曾带来的任何刺激都更加令人沉醉。然而悲剧在于，大多数人从未能抵达这个阶段，他们紧抓着欲望不放，仿佛那就是生命本身。他们畏惧静默，畏惧空虚，他们畏惧真实的自己。于是他们继续喂养阴影，继续追逐饥饿，继续将自己的成瘾称作自由。但毫无疑问，那不是自由，那是奴役。在其中度过的每一天都是被虚耗的一天。荣格的转化理论告诉我们，阴影不应被摧毁，而应被整合。欲望的能量本身并非邪恶，它只是原始的生命力。当它处于无意识状态时，它奴役我们，而当它被意识之光照亮时，它便转化我们。觉醒者并非要扼杀欲望，而是转化它。那股曾助长成瘾的能量，如今成为了创造力、奉献、亲密关系与生命目标的燃料。这便是内在的炼金术，将卑微的欲望炼化为更高层级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何欲望的死亡感觉上更像是生命的重生。当你抵达这个阶段，世人或许会视你为异类，他们无法理解你，他们会好奇，为何在他们焦躁不安时，你却如此平静？他们会困惑，为何在他们拼命追逐时，你却如此满足？他们或许会嘲笑你的自律，你的沉默，你的超然，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会嫉妒你，因为你自由了，因为你清醒了，因为你不再被那个他们无法摆脱的阴影所困。卡尔·荣格在此留下了一句比任何时候都更振聋发聩的警示：除非你让无意识意识化，否则它将指引你的人生，而你会称之为命运。大多数人会将他们的欲望称作命运，会将他们无尽的饥饿感称作激情，会将他们的枷锁称作自由。但觉醒的人知道真相，命运不是欲望，激情不是饥饿，自由更不是奴役。因此他们戒除欲望不是一蹴而就，也非轻而易举，而是缓慢的，一步一步，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的进行，直到有一天，阴影不再低语，他们终于能听见自己灵魂的声音。所以我将这个问题留给你，如果欲望一直是指引你做出选择的那个声音，你又将于何时才愿意真正去聆听那片静默？因为正是在那片静默之中，你真正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这个视频引起了你的共鸣，不要让这个信息消失在你一天的喧嚣中，并与需要看到欲望真正对他们做什么的人分享这个视频。现在我给你留下一个紧迫的问题：如果欲望是枷锁，你准备好打破它了吗？还是继续称它为自由？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